连接东西文明的道路，丝绸之路，从地中海经中亚一直到达日本。除了丝绸、宝石和玻璃制品等物资之外，还通过丝绸之路的旅客带来了艺术和思想。在印度诞生的大乘佛教，也沿着丝绸之路传到日本。人们为何披荆斩棘，要传播这经典呢？其中蕴藏着怎样的思想呢？让我们也启程前往寻找吧。位于中国西北部的敦煌，是一座曾因地处丝路交通枢纽而繁荣昌盛的绿洲城市。敦煌就是辉煌的意思，东西方的宗教、艺术与思想在此交汇，文化之花灿烂绽放。莫高窟，中国、印度和中亚的艺术家们到访此处。自西元4世纪中期起，经过约1000年的漫长岁月，创造了佛教美术。现存的几百个石窟，正是沙漠的大画廊。还有一个敦煌的佛教是民众的佛教，我们叫做庶民的佛教，就是说我们老百姓，自己大家伙一起来，都去有很强烈的宗教心去修复这个洞窟。其中一个洞窟，由一家10几代的人进行修复；还有一个洞窟，是集合上千人各自捐出一些钱进行开凿，创造出佛教美术。在莫高窟里所描绘的《法华经变》，所谓经变，就是把经典里所说的佛的世界，通俗易懂地以图画表现出来。在被称为8万法藏的许多经典当中，《法华经》被称为诸经之王。在我们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古代的经卷里面，就是说有什么经最多，如果去说的话，大概藏经洞里我没有统计过，但是从我的感觉来说，这个《法华经》的数量也是属于最多的。从这事实来看，可见当时最撼动人心、带来最大影响的经典，就是《法华经》。世尊在印度阐扬的佛教，其教导虽经过弟子们整理，但当初并非用文字记录，而是经过口传，以口头传授的方式流传下来。世尊入灭数世纪后，其思想才以文字形式被记载下来。大乘佛教经典中的核心《法华经》，也是在此时期以文字记载下来。《法华经》随着佛教的传播，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当中，以西元406年印度的鸠摩罗什译成中文的《妙法莲华经》，为《法华经》最出色的一本。所以说，《法华经》它的成立或者它的流行，实际上在中国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其中有谁呢？应该和这
这个我们《法华经》第2译这个鸠摩罗什的翻译有很大的关系。鸠摩罗什的翻译呢就很好理解，敦煌的城里面就有人在抄写，说明了当时《法华经》流传的时间之迅速，流传地域之广阔。《法华经》以8卷28品构成，这当中包含了怎样的讯息呢？《法华经》里有各种各样的譬喻，最著名的是法华7喻，像这样许多都以绘画形式来表达，也是《法华经》的特点。《法华经》英文版译者伯顿沃森博士这样分析 Well, with regard to the appeal of the Lotus Sutra, I think its literary appeal is very great, particularly the 7 parables. They make the message of the sutra very concrete and real in terms of everyday life. So I think the main appeal of the sutra is literary through the parables, which are very extraordinary. 3车火宅喻，某个地方的长者家里失火，他的孩子们却玩得忘形而不愿逃离。长者告诉他们，门外有3辆车，会送给他们这羊车、鹿车和牛车。孩子们就兴高采烈地走出这火宅。长者送给孩子们的是比承诺的更美丽豪华的大白牛车，孩子们非常高兴。长者就是佛，火宅是烦恼的世界，孩子们是指一切众生，3车分别是指声闻、缘觉和菩萨的教导。长者送孩子们大白牛车，意指佛的真正目的是给予众生成佛的唯一之法，依佛成的教导。化城宝处喻，一群旅人为了寻找宝物而踏上艰险的旅途，途中有些人精疲力尽，开始说要回去。领队用神通变出一座虚幻的城市，鼓励大家说，走到那座城市就可以休息了。于是一行人继续向前，在化城休息后，领队接着让化城消失，再次鼓励大家，来，走吧，宝物就在不远的地方，终而带领大家抵达目的地。这个譬喻说明，《法华经》以前的教导是为了到达悟得《法华经》的方便的教导。良医病子喻，一天，良医回家，发现孩子们因饮下毒药而痛苦不堪。良医拿最好的解药给孩子们喝，但由于中毒太深，一些孩子不相信药的效力，不愿意喝下。父亲可怜孩子们说，我把良药留下，自己服用吧。说完便离家了。之后，差使人告诉孩子们，你们父亲已经客死他乡。听闻父亲死讯的孩子们，甚至忘记身上的毒，悲痛万分，便饮下父亲遗留给他们的良药，马上病愈。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再度返家，
把佛譬喻为身为良医的父亲，把众生譬喻为孩子们。佛入灭，是为了唤起众生求道心的方便。长者穷子喻阐述本来任何人都具备佛界，只要打开这个境界就能成佛。依理珠喻描述的是未能发现自身具备佛界的凡夫。偈中明珠喻阐述佛在尔前教期间的说法，并未揭示真实教义。The other point which the Lotus Sutra, makes is that the rain falls everywhere and gives rise to life. The Lotus Sutra often speaks of the rain, going everywhere, spreading everywhere. 此即三草二木喻所示的佛教的平等观。正如雨水润泽大地时，普施于一切草木一样，即使个性不同的人，佛的教导都会平等普及。これはさまざまな差異や相違性を超えて、人類がこの共に生きていく、人間はそれぞれの多様性を尊重しながら開花していけるというメッセージを読み取ることができると思います。法华经最重要的讯息就是，所有人都能够成佛，这万人成佛的思想。那么我们知道佛教讲的女人不可能达到成佛的，但是法华经讲女人就可以的寄生直接就可以求得正果。那么这就为许多呢就是善男和信女们呢就开了一个通向那个成佛道路。另一点呢，就说他认为是恶人也可以成佛，那么就说是他一种广博的成佛论。我觉得这也是他很流传的原因之一。この法華経において万人成仏の思想が説かれ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は、仏教の真の目的を明らかにした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んですね。ですからこれは教王、諸教の王とも言われますし、また釈尊の出世の本願を説いた教、すなわちこの世に出現した目的を明らかにした教と言われるゆえんであると思います。佛教经由中国和朝鲜，在西元6世纪传来日本。据说，《法华经》给日本平安时代的辉煌文化带来很大的影响。镰仓时代，日莲把《法华经》的精髓显示为“南无妙法莲华经”的题目，树立新的读字法门。讲述弘扬这题目的人，正是继承拯救众生这佛誓愿的地涌菩萨。日蓮の法華経の重要の特徴は、十の菩薩の思想を見出したことだと思います。法华经从地涌出品第15。世尊唤出于自己入灭后，拥有弘扬法华经使命的菩萨们，突然大地震动，产生裂缝，从裂缝出现被无量光明笼罩着的无数地涌菩萨的阵列。どんなに優れた思想があっても、それを実践する人がいなければ、この絵に描いた餅ですね。法華経の場合、この一仏上の思想、万人成仏の思想を広くこの訴えていく姿は、釈尊滅後の時代においては、これは取りも直さず十の菩薩の継承する仕事なんですね。I personally am deeply convinced that somehow the Bodhisattvas incarnate in every age. And in our age, it is President Daisaku Ikeda who is carrying on the great mission or the great tradition of the Bodhisattvas. 日莲让《法华经》的精神
得以复苏。创价学会在池田会长的领导下，每个人都自觉地涌菩萨的使命，在全世界弘扬着《法华经》精神。These three jewels, Kumarajika, they gave the Lotus Sutra. They give a new life to Lotus Sutra, Nichiren Daishonin, with his interpretations. Then President Ikeda again adding to the exegesis of the Lotus Sutra and making it relevant to our times. 池田会长说道，《法华经》所说的宇宙大的庄严宝塔，就是指所有人各自的尊贵生命姿态。自觉于本有的尊严的人，无论受到怎样的威胁打击和考验，生命的尊严是绝对不会被破坏的。人应该如何度过一生呢？一直以来，人们寻求这个蕴藏在《法华经》中的深奥智慧，要把创造有价值的未来，此永恒经典《法华经》传至那座山、那片沙漠的彼方。丝绸之路旅客们的愿望，现今正以不同的方式在传承着。